五一小长假即将来临，中国的街头却没有了往日的喧嚣。湖北武汉曾经车水马龙的扬子街，如今人流稀少，冷清的让人心慌。婚庆店铺门可罗雀，老板们苦笑着说：“现在谁还敢花钱办婚礼？连饭都快吃不下了。”与此同时，一则消息却像一颗重磅炸弹，炸翻了全网。清华大学经济学家李道葵建议，政府在五一期间撒币万亿促消费，直接给老百姓消费减免25%。这听起来像天上掉馅饼，可网友却炸了锅：钱从哪来？老百姓连4块钱都掏不出，减免1块钱有啥用？先解决低收入人群不敢花钱的问题吧。印钞、通胀、债还得还啊！这场关于万亿撒币的热议，撕开了中国经济的一道伤疤。疫情3年，风控重创，楼市崩盘，失业潮、降薪潮汹涌而来，老百姓的钱包空了，心也凉了。2023年，人民日报罕见承认，中国经济面临4大困境：内需不振、消费意愿低迷、企业销售疲软、就业压力山大。而如今，2025年的中国情况似乎更糟，普通人还在苦苦挣扎，专家却在抛万亿撒币的空中楼阁。这期视频，我们就来聊聊中国经济到底有多惨，老百姓的日子有多苦，以及这万亿撒币到底能不能救市。疫情3年，中国经济被掏空。2020年，新冠疫情席卷全球，欧美国家迅速行动，纷纷给民众发钱救急。美国每人发1200美元，加拿大每月2000加元，日本一次性10万日元。这些真金白银不仅缓解了民众的燃眉之急，还刺激了消费，稳住了经济。而中国呢？3年封控，层层加码，多少小商户一夜破产，多少打工人丢了饭碗。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20年中国城镇失业率一度飙升至6%以上，而真实数字可能更高。2023年青年失业率更是突破21%，创下历史新高。封控期间，普通人被困在家中，收入断崖式下跌。疫情解除后，复苏却遥遥无期。2024年，中国 GDP 增速仅为4.5%，远低于预期。制造业 PMI 连续多月低于50，显示经济仍在萎缩。外贸企业因美中关税战雪上加霜，大量工厂停工，工人被迫放长假。据中国企业家杂志报道，2024年上半年，超30%的中小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风险，裁员潮席卷全国。更残酷的是，普通人的钱包早已被掏空。过去20年，中国楼市是无数家庭的财富密码。为了买房，年轻人掏空6个钱包，甚至连爷爷奶奶的养老金都搭了进去。可如今，楼市全线崩盘。2024年，全国百城二手房价格同比下跌超10%，部分城市跌幅甚至高达30%。根据链家数据，2023年全国新房成交量腰斩，2024年继续探底，房子成了负资产，无数家庭的财富一夜蒸发。有网友在微博上无奈地说：“我们这代人为了房子，把全家的积蓄都砸进去了。现在房价跌了一半，贷款还得接着还，哪还有钱消费？”这不是个例，而是无数中国家庭的缩影。房子压垮了中产，消费欲望也被彻底熄灭。老百姓的苦日子，省钱成了生存指南。2025年的中国，省钱成了全民共识。抖音、快手、小红书上铺天盖地的省钱攻略成了流量密码。从如何用10块钱吃1周到二手平台淘旧货秘籍，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彻底变了。曾经的月光族，如今精打细算，连奶茶都不舍得点一杯。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吐槽，以前觉得省钱是抠，现在发现不省钱就活不下去了。
消费降级的背后是收入的断崖式下跌。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24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仅为 3.2%， 而同期 CPI 上涨 3.8%， 实际收入几乎是负增长。低收入群体更惨，月收入不足3000元的家庭占比超过 40%。网友一针见血，低收入人群根本没钱花，减免 25% 又怎样？4块钱都掏不出，1块钱的补贴有啥用？更让人心寒的是，年轻人的未来被堵死。高房价、高失业率、低收入，让90后、00后彻底躺平。2024年，中国结婚率跌至历史最低，仅为 6.8千分号，比10年前下降近一半。生育率更是触目惊心。2023年，中国出生人口仅900万，创下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纪录。年轻人不敢结婚，不敢生娃，甚至不敢谈恋爱，因为活下去已经耗尽了全部力气。武汉扬子街的冷清就是这一现实的缩影。自由亚洲电台报道，曾经人头攒动的婚庆街，如今门可罗雀。婚庆店老板王女士叹气，以前5·1得提前半年订档期，现在1个月都没一单生意。年轻人连婚都不结了，我们还怎么活？不仅是婚庆行业，餐饮、旅游、零售，几乎所有消费场景都在萎缩。2024年双11，天猫成交额同比下降 8%， 创下历史首次负增长。万亿撒币就得了中国经济吗？就在这节骨眼上，李稻葵抛出了5·1撒币万亿的惊人建议。他算了一笔账，政府拿出1万亿补贴消费，老百姓凭身份证消费可减免 25%，1块钱补贴能带动4块钱消费，4块钱 GDP 再反补1块钱税收，政府里外里不亏。这听起来像个完美的闭环，可网友却不买账。首先，钱从哪儿来？李稻葵没说，但无非2种路子：印钞或发债。印钞会导致通胀。2024年 CPI 已上涨 3.8%， 若在大规模印钞，物价飞涨，老百姓的日子只会更苦。发债呢？2024年地方债余额已超40万亿，部分省市债务率逼近 200%， 财政早已捉襟见肘。有网友犀利指出，短期刺激是爽了，可长期咋办？民生、基建、教育、医疗哪个不要钱？其次，补贴真能刺激消费吗？网友一针见血，低收入人群没钱花，高收入人群不差这点补贴，减免 25%根本撬不动消费。2023年，北京推出以旧换新政策，鼓励换车换家电，可结果呢？根据工信部数据，2024年家电零售额同比下降 5%， 汽车销量仅微增 1.2%。为什么？因为老百姓没钱。政策在花哨，钱包空空如也，消费从何谈起？更深层的问题是，消费低迷的根源不是没补贴，而是收入低、预期差。2024年，清华大学一项调研显示，超 60% 的受访者对未来5年经济持悲观态度。有网友一语中的，先解决不敢消费、无力消费的问题吧。没收入，撒再多钱也是打水漂。中国经济的出路在哪里？万亿撒币引发的热议，折射出中国经济深层次的困境。过去，中国靠投资、出口、房地产拉动经济，可如今3驾马车全线失速，房地产泡沫破裂，出口受阻，投资效率下降，经济急需新动能。而消费本应是最大的潜力，却被低收入、高债务、弱预期死死拖住。要打破困局，单靠撒币远远不够。网友的呼声已经给出了答案：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，重建消费信心。欧美国家的经验证明，直接发钱是刺激消费的捷径。
2020年，美国通过 CARES 法案，每人发放1200美元，消费支出迅速反弹。而中国呢？3年疫情，零星补贴杯水车薪，2024年甚至连消费券的规模都大幅缩水。除了发钱，结构性改革同样迫在眉睫。降低房价、减轻税负、完善社保、提高最低工资，这些才是让老百姓敢花钱的根本。2024年，中国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仍为5000元，远低于实际生活成本。而企业税负高企，导致裁员、降薪频发。有网友感慨：收入不涨，物价飞涨，消费观念再开放也没用，谁敢花钱？老百姓的苦谁来解？2025年的5·1本该是吃喝玩乐的好日子，本该是全家出游撒欢的日子，可现在谁还笑得出来？无数中国人却在为生计发愁。武汉街头的冷清，网友的吐槽，楼市的崩盘，失业的阴霾，这一切都在提醒我们，中国经济正站在悬崖边。李稻葵的万亿撒币或许是一剂猛药，但治标不治本。老百姓想要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，而是一份稳定的工作，一笔可观的收入，一个看得见的未来。正如网友所说，没钱谈什么消费？先让低收入人群活下去吧。中国经济的出路不在高高在上的宏大叙事，而在每一个普通人的钱包里。政府若真想救市，不妨听听百姓的声音，别再画大饼了，实实在在发点钱，涨点工资，降点房价吧。只有让老百姓的日子好过，中国经济才能真正活过来。